平安，大家好。今天这一集呢是关于0到3个月新生儿的必备用品推荐，都是我自己有的，然后自己用过的，我觉得必须要。我用 baby 的活动分成换尿布这个 category， 然后睡觉、喝奶、洗澡，然后呢还有他外出，还有其他的东西，还有一些是我筛选过来，我觉得完全不需要，就是多余的，不要浪费钱买这些东西的也都有。所以今天这一集呢会先讲换 diaper， 然后睡觉、喝奶。在开始之前呢，我会把所有的今天提到的所有产品的连结通通都会放在资讯栏，然后你可以直接点那个 link 就到那边买。这些我们也都是自己几乎都是在 Amazon 上面买的，因为最快到、最快送达，然后有很多的选择，所以我们几乎买东西都是在 Amazon 上面买。然后你如果想要支持我一下呢，当然就是直接用那个 link 买，然后在你 click 之后24小时之内你有 check out 的话，那就是谢谢你可以透过这个方式来给我一点点的支持。你还不知道你的 registry 要加什么，或者是你想要用这支影片来 double check 你的 registry 有没有缺什么，或者要赶快再加什么的，我们就赶快看下去了。第一个呢，就是他换 diaper 的时候，那你会需要一个 waterproof 的 changing pad， 也就是这个像是一个小桌台，像这样子，然后看到它的材质是那种防水的，所以今天就算 baby 尿了尿，在你换的时候或是拉屎都是很好解决的。但是在这个之上呢，我们还是会再铺一个这个 disposable 的 underpads。其实这个很多人都说就很像那什么宠物的尿尿的那种 pad， 可以，反正都是一样的东西，我觉得都是差不多的东西，所以我们就会在这上面还是再铺一张这个纸铺在上面 ，in case，just in case。所以换尿布我们就会放这个东西在那台面上。再来就是浴巾，浴巾就是 for 它洗屁股。我们家这一支几乎我们在家里是没有用 water wipes 的，所以在换 diaper 的这个 category 我们没有wipes 在这个 category 里面，因为我们在家一律是洗屁股，就是只要大便我们就是送去洗屁股。然后最一开始其实我们连他尿尿我们还是都会洗屁股，所以就是一定要有浴巾去擦他的屁股。再来第4个就是 disposable 的 cleansing cloth， 这个为什么我觉得很需要？它其实是布织布的那种材质，所以老实说不是很环保。我个人还是比较有一点环保的 concern， 所以我没有买太多。然后其实它虽然说是可以抛弃式的，但是我其实一张如果没有很脏的话，我都会先稍微轻轻的洗过，它很好洗，所以稍微轻轻的洗过，然后会再重复用个大概2次到3次这样，然后才会丢掉。所以我们就买一包，其实这个买的有一点迟了。然后为什么需要买？因为 baby 它一开始的大便是那种黄色的嘛。超级难洗，你会觉得没有什么东西啊，应该很好洗啊。它那个颜色真的就是屌它沾到毛巾，我妈一开始来的时候，真的她帮我们搓那个毛巾，搓到我觉得很辛苦。然后最后我买了这个，就是买了之后 ，baby 已经几乎不怎么拉屎，因为我们真的太晚买了，所以就是我妈很辛苦的去搓那浴巾，那个它的屎啊沾到毛巾啊，你丢到洗衣机里面还是会有痕迹的，就是洗不掉，它是 stain 在那里。所以一定要买这个，所以在浴巾之上呢，你可以用这个来垫着它的屁屁，就以免它万一又有漏屎或是又漏尿，尿比较不怕，就是怕屎，那个颜色真的洗不掉。diapers 呢一定要买，你要换尿布。newborn 的时候，我老公是一包一包小包的买，他没有一箱一箱一箱的买，所以newborn 这个期间其实还蛮短的，你要用这个 size 的时候，其实蛮快它就会 outgrown， 所以不要一次买太多，因为到时候你会用不完，你就放着就是也很占空间。所以就是一包一包的买，然后要换到 size 1的时候就再换到 size 1这样子，然后到后面就会 size 2、size 3就会用比较多，然后用比较久。所以 newborn 这个时期呢，一包一包小包的买，有需要就再去买，有需要就再去买，就这段短短的时期稍微麻烦一点这样。好，换 diaper 的部分差不多你需要用的东西就是这些而已。再来第2个到睡觉，这个就比较多了。睡觉我们是有。就是别人给我们的 crib， 就是 Jason 表姐，就我们其实很多东西全部都是别人给的。就这个 crib 呢，我有 link 一个，是我们如果今天自己要买 crib 的话，我们会选这一个。就我比较了一下，我们会选这个，是因为我下面这个 link 的这个，它是可以从 baby 的这个 crib， 然后一直到他长大，他都还可以继续用这个床，他就可以当那个 bed frame， 然后你就买那个 full size 的 mattress。他长大之后呢，他就可以用，你就不会是又多了一个 crib， 然后你还要再另外买一个 bed frame， 还要再另外买 mattress。它就是同一个 bed frame， 从他小的时候就是这个用到他长大，所以我觉得是蛮经济实惠的，然后也不贵，就100多块。你买一个 crib， 有一些很贵的 crib， 就 crib only 不能这样 convertible， 也要200-300块。所以我觉得今天如果我们今天要买的话，我们会选择这一个。所以我把那个 link 有放在下面，你们可以参考一下。你在 Amazon 上面会看到很多那种 bedside 的那种 crib， 我中间有一度觉得非常心动，就真的很想买，也是一个大概要200-300块吧，就 depends on 你要的 size 啊，然后是怎么样的 option 啊，有什么东西。然后我那时候就超级想要，因为我们
胚胎呢，它是跟我们一起睡的，从出生到目前都一直是跟我们睡。我们到某一个点，我忘记什么时候，我们才开始把它在他房间的那个 crib 拿来搬到我们的床旁边，就跟我们的床贴在一起，所以就是 bedside 的那些小床的概念。对，所以我们就是直接把我们有的这个 crib 把它变成把一边拆掉，然后把它搬进来我们 right next to our bed。所以我就觉得，那这样这就是我要的啊！我就是要他的床跟我们的床是连在一起的，然后我们还是在同一个空间，因为我们不想要跟他分开睡，所以我们还是在同一个空间，然后他还是有他的床，但是我半夜需要喂奶的时候，不需要我还要跑到他的房间，或者是我还要再起来走到哪里就在我身边，所以半夜要喂奶或什么都好处理，但是他还是有他的空间，爸妈的空间也不会被占用到，所以我觉得这一步呢，我们变通的有一点太慢，但是从那一天变通之后，就非常喜欢，就应该要早一点。所以我强烈的建议大家，你的 crib 呢，你 either 可以买我连结的那一种，就你可以自己去比较，但是就是类似那一种的，然后把它的一边先拆掉，然后先不要四边都装起来，把一边拆掉之后就放到你们的床旁边，或者是你如果是想要让小孩很独立的 style， 就是让他自己睡一间的话，那当然也没有问题，这就看你们的养育的方式了。再来第二个也是 disposable 的 underpants， 也就是类似这种东西。为什么他睡觉的时候下面要垫着呢？是因为第一要喂夜奶，所以妈妈我一般可以看一下我亲喂姿势的教学，我最喜欢的姿势，也就是所有亲喂妈妈最轻松的姿势，尤其是半夜喂夜奶的时候，就是侧躺喂，也就是我可以躺着，然后这样侧身就可以喂它。可是这样喂的时候，很容易它的奶就会从旁边这样滑下来，就会滴到你的床单或是其他地方。所以它在它的下面呢，还是要垫着这个，这样滴的时候，它就可以滴在这个上面。你隔天起来就再换掉就好了，你就不用又要洗床单。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它有可能会吐奶，所以我们小 baby 他在这个新生儿的期间，他的身体很多器官啊一些反射都还在适应当中。所以如果有一些吐奶、溢奶、各式这种状况，口水或什么的，就是下面你垫的这个呢，都比你一次一吐奶，你就要全部床单又要拔起来，有时候真的在大半夜，对，你会很崩溃的。所以睡觉 ，baby 睡觉的地方跟你侧躺喂要喂的地方，他喝嘴巴附近的地方，就是要垫的这个 disposable 的 underpants， 跟刚刚那个换尿布一样，用一样东西。再来呢，我们那时候还有买这个圆洞枕头。其实胚胎它很爱趴睡，它从一生下来，它就是一个爱趴睡的人。它这样子它是没有办法睡的。如果它是趴睡在我老公身上的话，它就会睡得很好，然后睡很久。所以到后面我们就白天的时候我们要多给它，有时候它会不会趴着嘛，有时候它会是就是这样仰着的，我们就 in case 还是有买这种枕头。你有看到它这个 angle， 我觉得它是比较好的，就是可以帮助它的头不会说变扁，就是头型嘛，就是顾他的头型的枕头，所以这个我觉得还 OK， 然后也不很贵，小小的，然后也蛮舒服的。所以那时候我们一开始是先买一个床，网络上就说这个什么他宝宝睡不着，然后买了这个之后他们就睡得超好，什么睡过夜什么什么，我们用是没有啦，但是主要也是因为它这个不够深，就是很浅。不知道你看不看得出来，反正就是这里很浅，所以我觉得胚胎一开始头型是非常好的，结果我睡了这个一阵子之后，我觉得怎么越来越扁的感觉，我就有点小担心，所以就这个我们后来就淘汰掉，就再买一个这个只有枕头的，然后它就是有没有比较立体，比较深一点。刚刚那个我觉得太扁了，所以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帮助，那个避免头变扁，所以刚刚那个我不推，这个可以，这个我推，然后比较符合它的头型。Swaddle。一开始 baby 一定会有那些惊跳反射，所以他会很容易就是这样抖一下，然后自己就会吓醒啊或者什么，所以一定要把它包紧嘛。这个准备要有小孩的爸妈，你应该都已经有知道这件事情了。所以包巾我们是有超级多，你最好是要有3到5件，因为像我刚刚讲的吐奶或是什么，你一吐奶这件就是要丢到洗衣篮洗了，那你一定要有预备的，就是随时可以用。所以 Swaddle 这个呢，我是推荐你至少我讲的就是最少你要有3到5件替换。有时候带出门，他的包包你就要放一件，家里放一件，床上放一件，客厅放一件，不用这样到处跑到处拿出门。有时候你就还不习惯要带什么忘记带了就很麻烦。下一个就是肚围，肚围这个其实是我们没有买到，因为我在美国我是没有看到的。我自己小时候是有用这个肚围的，我都还有印象。伸缩弹力很好，然后可以围着宝宝的肚子，所以你就不怕他踢被子啊，或是如果被子没有盖到，或是就是很多状况，你就是肚子至少有盖着有围着，我觉得父母也会比较放心。有时候半夜你如果是那种睡得很死的父母，就至少你有把它围着就不怕。下一个就是夏天穿睡觉的衣服，也就是那种棉纱的开襟式，这个我是真的是大推荐，你一定要买。这是我妈妈从她来帮我坐月子的时候从台湾买过来的，就是这种小小一件超可爱的，这个小小的，然后它就是这样手这样穿在这里，然后那个这里就可以绑起来，就用绑的而已，
所以你的头就绑2个结这样，所以你的头是不用帮他抬起来穿的，你就是这个铺在你要给他穿的地方，然后先铺在床上，然后呢再把 baby 抱过来，让他头在这里，然后把他的手放进去，把它穿起来，然后绑好就穿好了。然后这种材质就是棉纱，所以就是很吸汗，然后很透气，所以夏天是非常非常适合的，建议你多买几件。我在 Amazon 上面有看到一些是比较像的，比较类似的，所以你们可以参考一下。然后或者是 onesies， 大概满月或1个半月之后，你就可以比较常给 baby 穿那种 onesies。就是要从这边这样套头上去，中文好像是包屁衣吧，然后屁股那边换尿布那边就是3个扣子这样子，所以大概满月1个半月之后，你可以比较常给他穿这个。但我们这一次因为我们是3月生的，所以到4月那时候都反正已经好热了哦，所以我们 baby 几乎是没有穿衣服的，了不起有穿就是穿这个最方便，不用那边弄来弄去的，他出门也就是光溜溜的，然后一个 diaper， 所以我们身边的朋友都已经很习惯，就整个夏天我们是没有让陪他穿衣服，睡觉有穿就是穿这种，然后很好穿脱，然后又透气，很舒服，这个一定要买。再来冬天的话呢，一定不要去买扣子的，就是买 zipper。一直到现在，小孩已经10个多月了，我的最喜欢给他穿的衣服一定都是挑拉链的，而且一定要是 two-way zip。所以是你从上面可以拉，你从下面也可以拉上去，所以应该是2个拉链的那个拉头。所以冬天的时候这一点很重要，是你在帮他换尿布，不管是半夜或者是晚上，可能冷的时候，你在帮他换尿布不用 all the way 从上面这样全部拉下来，它这边就全部都是打开的，很冷，所以你就从下面把它拉上去，拉到你可以换尿布的地方，把脚伸出来，那它上半身就还是关着的，不是这样敞开的。所以 two-way zip 是很重要的一个点，跟它是拉链是一定要买拉链的。扣子有时候baby 心情好的时候，乖的时候，这样给你扣，真的是也还好。可是有时候他会闹，或者是他很想睡觉了，他很累了，或是他今天很想玩，他要翻过去。不管我知道现在是0到3，但是这是一个买衣服的原则。你有小孩之后，你买衣服的原则就是拉链。不管现在是0到3，还是到以后长大，你就是买拉链，这样咻上去就好了，不用那边扣。然后有时候又扣不好，又对不好，然后有一些扣子又做的比较小，你又很难对，他又在那边动来动去，踢来踢去，把你的手踢掉。反正买拉链。然后小手套呢，需要，我们也是那时候买的有点晚。那个手套呢一定要买，因为有一阵子我们那时候就是还没买，所以胚胎整个抓着他脸哦，真的是超花的，我们看着好心疼哦。一定要买那个小手套，可是小手套有好多种，一开始我们的不知道，所以有的那种小手套这边很容易就松掉了，因为是那种弹性的。你洗了几次它就松掉，你一戴它随便一甩或什么就松掉了，然后就掉了。你一天到晚那边帮他戴手套，他又有时候到那1-2个月，其实他开始会动啊什么，很难戴。他如果不要你也很难帮他戴，可是你又很怕他抓伤自己，所以最好是买我的连结那个样子，就是我们后来有买，就是它可以这样有魔鬼毡，可以这样撕开然后粘上去的那种。然后再来就是beanie，其实我用过了这些beanie里面啊，我最后最喜欢的还是医院那时候给我们带回来的这种beanie，这种。然后这种啊，就是很多衣服都会送，你买 baby 衣服很多都会附一套的嘛，然后也送你他的帽子，没有一顶我们有戴过，因为每次戴的就是要不就是不合，或者是就没有那么 fit。可是医院的这种材质，我觉得是最 fit 的，它的伸缩性又好，所以不管你的宝宝头多小或头多大，它都是戴得下去，也都戴得紧的，所以这个我觉得最适合。我也有放链接在下面。很多人一定会买 white noise machine， 也就是 sound machine， 我们有，也是别人 hand me downs， 就是别人给我们的。老实说呢，我觉得那个东西对胚胎来说是没有用处的。其实比这个还有用的是我们家的抽油烟机，就真的是超级有用。你只要把它，那时候我爸跟我妈来这里，然后照顾这个新生儿，他们就把 baby 带到那个抽风机那边，然后开那个抽风机，然后哄他睡觉，超级有用。就是10次大概有9次是有用的，那有1次没用，可能就是不知道，可能他需要再带他出去走一走，换换环境之类的。所以White noise machine 我们是觉得没有用，我们有好几台，就是别人给我们大概有3种不一样的 white noise machine 吧，我们到最后也都没有用，而且是我们如果要睡觉，大人如果要睡觉，我是要把它关掉的，真的很吵，因为我们是睡同一间嘛，所以我那个声音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吵，就可以关掉，我是想要关掉，每次一关掉我都觉得啊，我的生活和日子，我人生终于又恢复平静了那种，就那对我来说是噪音，真的是噪音，不是什么白噪音，就是噪音，所以 white noise machine。你自己斟酌，但是对我们家 baby 是完全没有用。对我们来说，他要睡觉就是抽油烟机哄他睡是最有用的。
再最后一个就是 baby camera， 这个也是我们的朋友给我们的这一台，其实到现在我们在用啊。我们主要用的，它是可以看到它的心跳啊，或是什么之类的呼吸啊，然后你从开始开它之后，它会告诉你，它会帮你计算还有睡多久啊，还有很多小 functions， 我有连结上面，你们就自己研究。但是其实最主要我们在用的 function 就是它的声音，我们只需要声音，因为例如说我们把它放下去睡了，然后我们大人要自己做事啊，可能看看电视、看看电影啊，我们就是开声音，我们听到他在哭，或者我们知道哦他有声音有动静了，我们其实只需要这个功能。但是从0到3岁这段时间呢，其实我们那时候是没有 camera 的，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是24小时跟 baby 在一起的，因为我爸妈也有过来，所以阿公阿嬷一定是看着 baby， 然后我爸妈待到小孩子2个月，然后第2个月到第3个月的时候呢，我婆婆就来接手，所以baby 都是在24小时都一定有至少1双眼睛看着他的状态下，所以我们那个时候0到3其实是没有用 baby camera 的。但是我知道每一个人家庭的生活模式不太一样，所以如果你要 baby camera 的话呢，我把连结就是我用的这台，就是我们朋友给我们的这一台放在连结下面，你自己可以参考比较一下。关于 baby camera 有一个我的坚持，就是不要去买那种像类似那种 Alexa 或是那种就是别人可以 hack 进来去跟那个 machine 讲话的那种，就是要那种 closed loop 的那种，你一定要买 closed loop， 不要买其他的。这个是一个大重点，因为有太多的新闻是很多人就是害进来那一个机器，然后就开始跟 baby 讲话，因为 probably 以后这个 baby camera 到他长大变 toddler 你还是会用到，所以有的时候你不在，你不知道那个 camera 被谁害进来，然后那个陌生人会跟 baby 跟那个小孩讲什么话啊，或是跟他叫他干嘛，你都不知道，就是有还蛮多新闻有这个，所以我对 baby camera 的唯一要求就是 it's closed loop。再来喝奶的这个 activity 呢，你需要口水布，口水布这个超级需要讲。我们有超级多口水布，超级多，各式各样。我最喜欢的，绝对是大推荐的，竟然是 Uniqlo 的这6条，我忘记是谁送我们的，但是非常感谢那个人，因为我一开始这个其实我们后来才发现，我们真的有太多亲戚朋友送给我们的东西，真的很谢谢。但是有时候多到又是新手爸妈，就是很多东西收到就是先堆旁边，然后没有空整理，所以到后面我们已经用了别的口水布，然后中间我们才发现哦，我们有这个，然后一打开一摸，哇，整个大爱上，就是它是我们有的口水布里面材质最柔软的，然后大小也很刚好。像这个是我们一开始一直用的，因为这个好像有5、6条吧，所以我们就一直拿它这个，因为就觉得小小的好用。但是其实，它这个是比较类似棉纱的材质，可是这个是像棉，就是纯棉。所以我觉得这个的吸力没有这么好，所以到0到3其实还好。但如果你要买的话，你不可能0到3买一种，然后4到6又买一种嘛。所以我现在就是一次讲，到4到6的时候开始呢 ，baby 会有超级多口水。一般来说，因为他要开始长牙了，所以他就会超多口水。这个呢，擦一下下你就觉得已经超级湿了。可是这个它吸力比较好，所以它可以吸比较多口水。我觉得。它比较持久啊，就你一次用它可以用的比较持久。这个可能一下子你要换第2条，又要换第3条，然后很舒服。最舒服的材质就是它，我刚刚讲过了。然后大小我觉得也最刚好，这个其实真的有点小。然后我觉得其实其他的口水布都你只要喜欢都 OK 啦。但是有一些我觉得在挑选的条件，就是我们在很多收到的口水布里面，有一些都有这种扣子，它是真的是2颗扣子在这边哦，然后还一个蝴蝶结在这里，缝线就会有一些硬硬的地方。所以我那时候在过滤我们收到的这些口水布的时候，这种我就很纳闷，就是这个一定是有时候你要帮 baby 擦口水。比如说要滴下来，你要赶快帮他擦，你一定是就一下子就这样滑过去嘛，你不可能每一次都是这样慢慢的优雅的擦，或者是有时候他会转头，你一下子你懂吗？很多状况会发生，所以不是每一次都能够那么的优雅跟缓慢。你就是我就不懂为什么会有这个口水布上面要有这个扣子跟这些硬的东西，所以你在买口水布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大的挑选重点，就是不要买这个上面有这些装饰的，就是这样一整片布就好了，舒服，才不会刮伤小孩的脸或者是怎么样，然后弄受伤。这个我是真的不解。反正口水布就是买那个 Uniqlo 那个绝对没有错。那如果你买不到那个的话呢，那就是买至少不要你知道有什么装饰的就对了。好，接下来就是奶瓶，对，我是全亲喂，然后全母乳。但是呢，偶尔像你们有看我之前其他的亲喂的影片的话，我有提到说我刚出院的时候，其实我的奶头是有一点被喊破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刚出院回来的前面几天，我是需要让我的乳头去休息的，所以那时候我没有亲喂，我就必须要瓶喂。所以就算你是打算喂母奶然后全亲喂的妈妈，我还是建议你可以有奶瓶预备一下，万一你需要休息，或者是万一有什么状况。
这个奶瓶呢，我们最一开始是用我的电动挤奶器，也就是 Spectra 它里面的瓶子，然后好像应该还有那个 nipple 在上面，就一开始是用那个。我自己又去买了这个，就是这个 Komodomo 的，我觉得比较好，因为它流速是最慢的。然后我们有一阵子也有试试看用这个 Dr. Brown's 的，还是快，就是对新生人来说那个流速还是太快，它很容易砸跌，或者是很容易你就要给它拍嗝或者是呛到。另外一个点呢是。Komodomo 的它很好洗，所以你打开之后这个洞是很大的，所以你手这样进去洗是很方便的。那跟 Dr. Brown's 相较起来呢 ，Dr. Brown's 里面就是还有这个 part， 你就还要再拿开，然后这个还要拆掉，就是比较麻烦。对，所以我个人就是 Dr. Brown's， 主要还是它的流速就是有点太快了，所以我比较推荐这个，就是 Komodomo 的。然后这个是最小的，也就是5 ounce， 然后它就是口大好洗。所以它前面这边呢，不像一般小的奶瓶，它这边是有点像乳房的感觉，就是软软的，然后就是一大片，所以它就很像在吸乳头，真的乳头，然后这边有触摸到就是整个乳晕乳房的部分，所以我觉得这个做的还跟我们的乳房比较像。所以如果你很怕说啊 ，baby 会不会一给它平喂之后，它就没有办法再回来亲喂，我觉得 Komodomo 算是比较接近妈妈的乳房的样子，所以比较推荐一点。再来有奶瓶就讲到 Philips 的 Sterilizer， 也就是要用蒸汽去消毒杀菌的这个机器。这个呢，我们家有2台，然后也都是我们的亲戚朋友移交下来给我们的，平喂的那几天就有用到。它就是用蒸汽高温杀菌消毒。以上就是今天的换尿布、睡觉、喝奶。这3个 activity， 一个 newborn 会有的 activity， 所有你会用到的东西，而且这些真的是已经是非常精简，就是必须要有跟非常推荐的东西。其他没有讲到的，就是真的没有那么的必要。那我们下一集就会针对它洗澡，还有外出，还有其他的东西，跟我们用下来之后不要浪费钱买的东西，就会在下一集出现。那我们就敬请期待咯，我们下礼拜见，拜拜。